这个满身纹身的男人嚣张至极，称重的时候居然把拳头顶在对手的下巴，在他眼里，对手只是一个小菜鸟。纹身男叫朱利安·华莱士，他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格斗冠军，这是他的菜鸟对手美籍越南人阮本，看起来就是斯斯文文，人畜无害。反观这个朱利安·华莱士，满身的纹身，就连脸上都纹满了，能拿到金腰带的选手实力肯定雄厚，所以赛前狂妄也不是空穴来风。阮本12岁学习跆拳道，后来去泰国练习泰拳。阮本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 MMA 运动员。这场比赛发生在2014年，阮本想和华莱士碰拳，华莱士理都不理，转身就走，真的是一点尊重都不给对手。好，现在比赛正式开打，华莱士蜷缩着身体往前压，华莱士像一枚随时发射的导弹。阮本的报价还是比较放松，现在双方互相试探，看看谁先出招。阮本后直前摆加高扫，率先发起进攻。华莱士摆了摆头，阮本又是后直前摆组合拳进攻，华莱士节节败退，漂亮！阮本一个勾拳打中华莱士的下巴，华莱士被打倒被 KO。好，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阮本的进攻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华莱士反击后手拳被阮本躲掉，紧接着阮本反击了一个勾拳，华莱士应声倒地，阮本冲上去补刀，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遍，全场比赛仅仅用了25秒，裁判见势不妙，赶紧冲上去终止比赛。华莱士被打得节节败退，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就是这一拳锁定了整场的战局，华莱士的牙套都被打掉。我冇得救啦！宣判结果的时候，华莱士低着头，阮本成功的夺走了这条金腰带。华莱士垂头丧气的离开了擂台，真的是验证了那句话：赛前有多嚣张，倒下就有多狼狈。这场比赛在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浏览量超过了1亿次，阮本也是凭借这场比赛在互联网上一举成名。2015年，阮本终于被 UFC 看中，成功签约 UFC。这个练习跆拳道的小伙子居然要打职业裸拳赛。文质彬彬、人畜无害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杀伐果断的决心。这是我在 Top Dog 见到的最花俏的打法。说起这场比赛，我们又要聊回跆拳道能不能实战这个话题。说起跆拳道的招式，在 UFC 等各种擂台上都可以看到，花俏的打法符合大众的观感。那当一名跆拳道高手走进职业裸拳赛场，和职业裸拳拳击手打一场拳拳到肉的比赛，会发生什么？好，今天第一位上场的就是职业裸拳手卡瓦兹，身高170，体重63.8公斤，今年23岁。卡瓦兹作为黑方选手首先进场。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可以用腿的，因为对手是跆拳道高手。好，下面上场的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教授。教授今天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上场。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非常的粗犷，一看就是一个废旧的工厂改造的赛场。教授今年23岁，身高173，体重63公斤。这也是教授的裸拳首秀。穿着白色的裤子，白色的绑带，白方选手教授现在登场。裁判这个块头也是非常大，这个胸口是挂了运动相机啊，这个镜头就是裁判运动相机拍的。今天的规则是可以用腿，但是倒地以后不可以攻击。在 Top Dog 的擂台上看到这种带腿的动作还是比较少见的。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场特殊规则的 Top Dog 职业裸拳格斗。好，2分钟一回合，总共3回合，现在比赛开始。教授上来就是转身腿法。又接了一个360度回旋踢，这下踢得太高了。上来10秒钟不到，已经使用了2个转身。好，继续。卡瓦兹有点生气，踢了他一脚。裁判警告卡瓦兹要服从命令。这个不给卡瓦兹出招的任何机会啊！燃生感黑色火，颠沛流流等火，小有劲我黄成可。我们知道的人都知道你是在格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街舞。卡瓦兹迄今为止还没有出一拳啊。卡瓦兹低扫，教授一个跳步正蹬啊，有点像踹，这一下又没有踢中，又倒地。
好，教授终于出拳了。哇，这个非常明显的跆拳道招式，再接了个转身腿法。卡瓦兹要近身拼拳。哇，这个招式啊，多少有点尴尬。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分钟，教授继续用他的腿法。这个转身拳还不太标准。卡瓦兹想反击，教授主动倒地，这个时候倒地就不能打了，这个规则确实有点奇怪。教授又是来这招舍身踢。教授又来了个下劈腿，被卡瓦兹推倒。教授左右抡摆，被卡瓦兹一个前摆打中。教授踢完动作以后又想倒地，被卡瓦兹捶了一下。好，侧踹上头啊，这个有点像散打那种。卡瓦兹这一拳抡空了，自己撞到了那个草堆上。好，第一回合时间打完，总结一下啊，教授确实是动作出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打击。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教授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后面有可能会体力不支啊。动作确实是非常夸張啊，大开大合。Сол цогц хамаарсан хасчи арчи репетицик мурасатын түнэслош жижигдэг сэд мухар жамн хатан шаранда үсэн ятан шачгны бүхэн хатан жижигэн рейл гэдэгтэй төргөө бүхэн харна үстэн өмнө надад жохар түр гатсан дээр дивидисэр чиж жохар уруулама гатсан дээр зүй сик бит хих гич түр суммит like we were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卡瓦兹一个扫踢，把教授给踢倒。教授侧踹控制距离，转身腿法上头。不得不说，教授的动作还是很好看的，而且他还敢用这些动作，说他是跆拳道实战派，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啊。教授踢完就下蹲抱头，这个有点看不懂，就是为了倒地以后不被挨打吗？又是侧踹上头，那这个动作是相当的夸张，一个在追，一个在跑。Stop time! Спортсмену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что падает все 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ий будет минус балл. Работаем. Fight! 哇，这个高扫扫中了，卡瓦兹要当心了。大家看啊，这个时候教授是主动倒地，卡瓦兹非常的不满。你看他这样子主动倒地还打个屁啊打！教授现在是拖时间，体能也下降很快，因为用腿嘛太多。卡瓦兹的摆拳勾到了教授的后脑。Stop time! 裁判给教授的消极战斗一次警告扣分。Минус балл. После команды стоп лежачий ударишь, то же самое будет. 让卡瓦兹注意点，不要打后脑。Я сделал. Работай. Тайм! 好，比赛继续。看起来教授的拳法是不咋地啊，一直用腿来攻击。
教授的体能快见底了，第二回合还剩下20秒钟。这个前后直拳后拳打中。Стоп тайм! Сюда подойди. Бойцов минус балл. Минус балл. Рот закрой. Минус балл. Минус балл. Тайм! Файт! 好，第二回合打完，第二回合是教授妥妥的丢了分。Сейчас еще один будет минус балл. Становись.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精彩慢镜头回放。教授一直是想用腿法压制，但是这个场地太小。这个腿其实是扫中了还是很重的，卡瓦兹要小心一点了。好，下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回合，我们来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到底能不能出现 KO。教授继续用腿法来控制距离，卡瓦兹就是要近身用拳头抡他，然后只要卡瓦兹一出动作这个教授就倒地，这个多少是有一点点消极了。所以说裁判再给他一次警告扣分。好，比赛继续。你们看教授再一次抱头倒地，这个就是怕拳头，然后用这个倒地来避拳。这个又是一拳，这个也不知道是打倒的还是怎么倒的这个卡瓦兹都很郁闷。卡瓦兹现在有点抗议了，你说我还没打他就倒地，我还怎么打呢？是不是不用打了呗？哇，这个上部摆拳击中。裁判这次是给教授读秒了读秒的话就又扣了1分，那也就是最后的40秒钟，如果说教授不能把卡瓦兹 KO， 那是100%输掉。教授又使出了这个手伸踢，反正就踢得中就踢踢不中反正你也打不到我嘛，他这么想的应该是。Stop time! Minus ball! 裁判再次给教授读秒扣分。Minus ball! Time! Fight! 教授的脸已经被打肿打破了，现在已经出血了。卡瓦兹现在心态有点崩极度的不爽。好，第3回合还剩下最后10秒钟。Stop time! Minus ball! Minus ball! 看到这个状态，那这个比赛已经没什么悬念了。最终裁判也是终止了这场比赛，教授是被 TKO。整场比赛中，第1回合教授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把所有的花俏的腿法都用了一遍。虽然说效果不好但是他打出来了。然后来到了第2、第3回合，随着体能的下降，教授是已经是靠主动倒地来躲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的慢镜头回放那这个第3回合真的是观赏性极差。
В этом бою дис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соперника победу одерживает。最终，卡瓦兹优势获胜，战胜了教授。在赛后采访中，教授也是说了啊，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能走上擂台就已经战胜了我自己，我的对手其实是我自己啊，我已经赢了。那卡瓦兹则表示，我今天打了一坨屎啊，就是跟地面在战斗。Мы еще увидимся, давай. Я думаю,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соперник уже будет так часто падать не сам от своих ударов. Я надеюсь.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